大家好，我是科学家频道主持人。我们的内容来自全球权威的科学家、专业媒体和成功的科技企业，由6度世界的科技简报团队编辑整理完成，让你迅速掌握全球科技进展。欢迎大家收看。与中国日益加剧的冲突将使加拿大和世界更加贫穷。加拿大 CBC 国家报称，加拿大和中国之间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外交驱逐可能会放大为全球分裂的趋势，对人工智慧和气候变化等共同的全球问题构成长期威胁。虽然一些专家认为这场争端微不足道，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早些时候警告说，一场迫在眉睫的新冷战可能会产生更深层次的竞争性经济集团，这将使世界更加贫穷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是全球化是伟大的。渥太华卡尔顿大学派特森国际事务学院的经济学家戴恩·罗兰兹说，他补充说，尽管如此，如果受到中国使用稀土矿物作为杠杆等情况的威胁，加拿大必须在重要领域寻求自给自足。从中国进口到德国的电动汽车份额增加了2倍多。路透社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从中国进口到德国的电动汽车占市场份额的 28.2%， 而去年同期为 7.8%。这一增长被视为包括大众汽车在内的德国汽车制造商的担忧。这些汽车制造商被视为落后于快速发展的中国竞争对手。同样，许多支援能源转型的日常产品和商品也从中国来到德国。中国科技精英引领 AI 创业狂潮。日经亚洲，中国科技巨头正越来越多地涉足该国的人工智慧领域。阿里巴巴前副总裁贾扬庆等知名人士正在辞去现有公司的工作，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开始自己的事业。这一转变遵循 OpenAI 的 ChatGPT 专案今年产生的兴趣。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多数人工智慧企业都是由学者或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人创办的。新的研究表明，感到饥饿可能与缓慢衰老有关。英国独立报根据科学家的一项研究，饥饿感可能足以减缓衰老过程。他们发现，即使是食物的气味和味道也可以逆转饮食限制的好处。过去的研究表明，卡路里限制可以延长动物的寿命，但研究发现，仅饥饿就可以延长果蝇的寿命。研究人员改变了测试零食中之链氨基酸分子的数量，然后允许苍蝇自由地吃各种食物，发现没有足够的食物足以导致延长寿命的好处。数十万人将被疏散，因为孟加拉国和缅甸正在应对严重的气旋威胁。多伦多星报，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数十万人正在从沿海地区撤离，预计周日严重气旋风暴摩卡将到来。据印度气象部门称，这是今年北印度洋的第一个气旋系统，预计这场风暴的风速将高达160公里每小时，100英里每小时，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和缅甸皎漂之间阵风至175公里每小时，110英里每小时。在孟加拉国，近50万人将被重新安置，官员们已经准备好了576个飓风避难所来说明避难。除了暴雨和大风外，风暴还可能产生风暴潮和山体滑坡。孟加拉国和缅甸都是灾害多发国家，孟加拉国容易受到飓风的影响，缅甸容易受到地震、洪水、山体滑坡和旋风的影响。2008年，飓风纳尔吉斯袭击缅甸，造成至少138000人死亡。既然你提到了人工智慧，那么每个人都提到了人工智慧。彭博社，人工智慧 AI 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区块链，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讨论它的高管人数有所增加。虽然人工智慧被吹捧为一个潜在的新增长领域，但它引发的伦理问题意味着它并非没有争议。上周，谷歌推出了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 Bard， 并于5月10日宣布了用于谷歌搜索及其电子邮件软体 Gmail 和 Docs 的人工智慧工具。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年表现不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Alphabet 和其他科技领导者的表现推动的。Autonomy 创始人林奇因欺诈指控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麦克林奇 Mike Lynch 已被引渡到美国，因将软体公司 Autonomy 出售给惠普 Hewlett-Packard 而面临刑事指控。惠普声称他欺诈性地夸大了公司的价值。他面临的指控包括证券欺诈、
电汇欺诈和阴谋。林奇否认了可追溯到2011年的指控及110亿美元的销售。涉嫌欺诈导致惠普减记了88亿美元的 Autonomy 价值。虽然这位前 Autonomy 首席执行官曾反对引渡，但高等法院拒绝允许这样做。他于5月11日被带到美国孟菲斯蛇工厂移植到他们在路易士安那州的新家。多伦多星报，在迈阿密繁殖的5条路易士安那州松蛇已在路易士安那州的 Kisatchee 国家森林中释放，以支援由孟菲斯、新奥尔良、沃斯堡和卢弗金的动物园协调的保护工作。该物种被联邦政府列为受威胁物种，松蛇幼虫将成为今年在路易士安那州中部森林释放的100多种蛇之一。该物种主要依靠生活在洞穴中的地鼠作为食物和住所。松蛇是一种无毒的蟒蛇，不被认为对人类有危险。研究警告，人工智慧可能是消灭人类的大过滤器。英国独立报，根据一项预先同行评审的研究，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可能会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消灭整个文明。该报告表明，人工智慧可能是费米悖论的答案。费米悖论质疑我们与智慧外星生命的接触不足，有可能在先进社会这样做之前摧毁它们。该研究的作者，美国国家情报大学的马克·贝利认为，人类不善于预测长期风险，人工智慧在开始超越人类思维时可能会带来重大风险。贝利敦促有必要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日本政府小组开始讨论人工智慧政策。日本时报，一个政府专家小组已经开始谈判，以规范 ChatGPT 和其他生成人工智慧 AI 工具出现的问题。鉴于日本今年担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这是一个全球话题，要求日本发挥领导作用。该国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存在风险，需要制定适当的规则。随着该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人工智慧正在迅速发展，但人们对侵犯版权、侵犯隐私和错误资讯的传播产生了担忧。人工智慧的国际标准制定和人工智慧产业的形成是战略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关键问题。科技简报，科学家的快捷工具。我们即将开放订阅，请推荐给你认识的科学家。